日本经济新闻3号还援引日本政府和北约相关人士报道称，日本和北约拟提升合作关系，包括制定新的安全保障合作计划，并于2024年底前在东京开设联络处。这将是北约在亚洲开设的第一个联络处，用于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主要伙伴进行定期磋商，并联络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东盟国家。参与协调的丹麦驻日大使塔克索延森称，设立新的联络处绝不是象征性的行为。在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开发的热土，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场。北约持续东进亚太，干预地区事务，势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推动阵营对抗，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以牵制中国发展，推动韩日关系走近，对美国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在韩国国内，反对对日开展屈辱外交的声音一直不断。在岸田访韩前夕，两国因韩国在野党议员登上日韩争议岛屿再生局语。韩国多个市民团体4号公开表示，岸田访韩期间将连日举行多场抗议集会，诉求包括敦促日本首相对2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问题做出道歉和反省，并要求日本首相积极推动日本战犯企业履行赔偿义务，以及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独岛的领土主张，停止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等。与此同时，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4号上午再次抨击尹锡悦政府，称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充斥着零和博弈思维，将朝鲜半岛推向了阵营对决的中心。尹锡悦总统他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那么他是认为日本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共享印太地区繁荣和稳定共同利益的一个重要邻国，所以他要积极改善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对于综合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次，针对岸田文雄首相访问韩国，尹锡悦总统呢以高规格的姿态接待，也意在反映他的对日外交取得的成效。韩媒认为，韩日和解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事实上，相较于尹锡悦政府的热情，岸田政府的姿态显然更高，其中呈现的日本对韩俯视心态是阻碍两国和解的主要障碍之一。分析指，日本自视甚高，其自身定位是充当所谓印太地区的轴心国家，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核心国家，韩国等被他视为配角。然而，尹锡悦政府雄心勃勃要成为全球枢纽国家，想要在地区层面与日本平起平坐。与此同时，日本弥漫的嫌韩意识与韩国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难以弥合，因此仅靠美国的外力施压和两国部分利益集团的媾和，韩日关系很难实现长远发展。从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来讲，就是一个上下级同盟关系。美国作为霸主，它呢是牢牢地掌控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战略棋子，为它整个全球霸权的战略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呢，从它的军力部署来看，那么美日同盟它的军事规模会远远超过驻韩美军的军事规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韩美同盟跟韩日同盟之间的作为，它永远不能是平等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日对韩国进行2天访问，日韩领导人在不到2个月内实现互访，那么您对此访有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一次预先张扬的访问，韩日两国媒体此前都已经在密集的爆料，并且在就此造势，韩日领导人时隔50多天实现互访，那么这意味着穿梭外交的实现与延续，那这背后呢是这两个东北亚近邻双边关系的急速的升温。韩国总统上周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者呢作为韩日共同的最大的盟国，对这两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扮演着所谓最后话事人的角色。那么这也是日韩两国高度重视，并且呢已经做足前期准备的访问。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昨天呢就宣布，两位领导人将会优先讨论国安以及尖端产业的合作议题。日本国安保障局的局长秋叶刚男此前一天呢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安保市长赵泰庸进行了会谈。那么美联社同日呢发自首尔的电稿就声称说，两位安保高官商讨了强化双边关系以及合力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议程。那么这是两国执行层面的高官在为首脑会谈在打前站。但是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做前期对话协调的不是外长，而是安保的高官。而美联社电稿呢也在强调说，韩日安全磋商聚焦于和华盛顿的3方安全合作，所谓的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Washington。那么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尹锡悦上周在美国会发表演说，除了令人侧目的那一番娱乐化的表白，夸口自己比韩国娱乐天团防弹少年团还提前一步来国会，他呢也大谈要强化韩美日的三边同盟，以应对日益紧迫的朝鲜核岛威胁。那么，鉴于美国在双边军事同盟之外呢，一直在持续的推动构建由自身来主导的三边军事同盟，而且呢，月内在日本召开的G7峰会期间呢，也已经确认要举行美日韩三边峰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将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周日的韩日领导人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周三，尹锡悦也会见了来访的秋叶刚男，那么后者就传话声称说，岸田拍板提前回访韩国，就是要回报尹锡悦的所谓决断。那么这所谓的决断回报说，当然是在投韩方所好，拍尹锡悦的马屁，意指呢他不惜承受国内的政治压力，在二战劳工问题上向日本做出重大原则性的让步。那么秋叶刚男口中的回报，现在确实是韩国舆论对于岸田此访的极大的一个期待。韩国最大媒体中央日报周二呢就刊出题为“轮到岸田文雄做出真诚响应的时候了”的社论文章，毫不掩饰地开出韩方的要价。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岸田文雄他会做出响应吗？日方的响应能有多真诚？那么在您看来，日本首相会对韩方诉求做出所谓真诚响应？实际上，韩国大报中央日报呢已经在那篇社论的副标题中标出了所谓韩方响应的所指，期待有所进展的致歉等等。韩方的语气不可谓不和缓，姿态呢也不可谓不谦卑。何谓有所进展的致歉呢？说白了就是寄望岸田能够在访问韩国期间，能够就韩日历史遗留问题发表在韩方看来更加积极的立场。那么这也有助于尹锡悦在国内做历史的解套。此前呢，尹锡悦所谓不能接受因为100年前的事情要求必须下跪的这个论调，在韩国国内反弹强烈，反对派直接炮轰日本没跪，反倒是尹锡悦先跪了。那么岸田会在访问韩国期间就强征二战劳工问题致歉吗？大概率是 no。在日方看来，这是两国关系早已解决的问题。半个多世纪前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经就此做出判断。那么2021年东京内阁也已就此重申，这代表了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所以指望岸田在韩国道歉，为尹锡悦来解压，那是韩国想多了。那么就经济议程而言，没错，韩日都在近期同意恢复将对方纳入到贸易白名单。也就是呢，要互付贸易优惠，解除相关限制。但是呢，正如在安保领域完全受制于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样，韩日两国在经济，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能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样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